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拉拉。今天我要去一个骑行公园练习骑自行车。其实我1个月前就有这个想法了，就想去练习一下骑车。但是呢，就一直拖，一直拖，因为前段时间要么老是下雨，要么太热了。最主要的原因还是，你知道，如果你要做一件比较难的事情，而且这件事情又不是很紧急的时候，你就有可能会拖延，对不对？骑车对我来说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因为我还不太会骑车，或者说骑得很不熟练，就是每次上车和下车的时候还是摇摇晃晃的。今天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去骑车，所以我还是有点害怕的。好在我要去的是一个骑行公园，在骑行公园里，没有机动车，所以对我这样的新手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。好，那我们走吧。看，是一个很漂亮的公园，可以骑车也可以跑步。我以前住在这个公园附近，我常常来这里跑步。但是那个时候我还不会骑车，那个时候我就想，等我学会骑车的时候，我一定要常常来这里骑车。但是后来我搬走了，所以现在住的地方离这个公园其实不太近。今天也是工作日，所以呢没有很多人，对我来说应该比较安全。我现在先去扫码，先去扫一辆车。这里有收费标准，借车收费标准，30分钟20块钱。在上海话和普通话里，借这个词的意思不一样。在普通话里，借车的意思是 borrow a bike， 但是在上海话里，借车可能是 borrow a bike， 也可能是 rent a bike。选哪一辆呢？就选这个蓝色的吧，因为它最特别，只有这一个颜色不一样。OK，用支付宝扫一下。其实最地道、最常用的说法不是租一辆车，也不是借一辆车，而是扫一辆车。好，确认开锁。虽然今天人不多，但是我也真的有点紧张。朋友们，祝我好运吧！希望我不会摔倒，希望不会受伤，希望不会撞到别人。开始吧。我感觉我的手在发抖。我居然忘了把自行车的脚撑收起来，等别人走了再开始。当我回家以后看自己的视频时，我觉得又心酸又好笑，但是我很庆幸我拍了这样的视频，这让我有机会记录自己练习和进步的过程。加油！这是一段上坡，这里有一个转弯，我得小心。不知道有没有别的人过来，有没有别的车过来？虽然没有机动车，但是这种3轮车也让我很紧张。这是一段下坡，下坡我也很害怕，还好前面没有车。你们也看出来了，我真的是一个新手，害怕，好害怕。
现这里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骑行驿站，这样的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。我觉得应该也可以买水，然后有卫生间，可以休息一下。如果这里有咖啡馆就更好了，也许未来会有吧。真的有咖啡哦，那里就是咖啡。请问这个水怎么卖？这个是黑枸杞水。黑枸杞水。这样买你就扫码。我就想买普通的水。那我们这边就没有了。没有是吧？那就这个吧。过上花水。这边扫个码点单吧。好。这里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休息的地方。好大的飞机。其实我也没有骑很长时间，但是我的手已经抖得很厉害了，所以可以在这个驿站稍微休息一会儿。这个公园叫骑行公园，它不叫骑车公园。我发现中文里有一些活动，你换一个说法，然后这个活动听起来就会更高级。比如说，如果你说你的爱好是骑车，听起来就很普通。但是如果你说你的爱好是骑行，哇，那听的人就会觉得，所以你骑的应该不是像我今天骑的这种普通的共享单车，而是可能花比较多的钱买的更专业的自行车，而且你还要买就是专业的骑行装备、骑行服什么的，就是为了这个爱好，你需要投入更多的钱，然后也要花更多的时间，变得更专业。所以，如果你说你的爱好是骑行，听起来就会更高级，更专业。同样的，还有，如果你说你的爱好是爬山、走路，听起来也很普通。但是如果你说你喜欢徒步，听起来也更高级。当然徒步和爬山、走路的意思不是完全一样，但是你只要这里离飞机场很近啊，一直有飞机的声音。如果你说你喜欢徒步，那听到的人就会觉得哇，所以你应该是懂很多专业的徒步的知识，然后你应该是买了很多专业的徒步装备，而且你肯定是常常有假期，因为徒步让人们想到的常常是远离城市的，去一些很有名的山啊，那些很自然的地方，所以呢，你肯定也是要花比较多钱，去那些地方。所以，如果说你的爱好是徒步，听起来也是好像更高级，比只是说我喜欢爬山听起来要高级得多，专业得多。还有就是，如果你说你平常经常锻炼身体，听起来也是很普通，因为锻炼身体有可能就是在家里做一些简单的运动，或者是出门跑跑步什么的，这些都是不花钱的。但是如果你说你经常健身，你定期健身，听起来好像也会更高级、更专业，因为健身让人们想到的也是，你需要花钱去健身房，也需要买，有的时候可能会买比较贵的健身服什么的，所以这些也是，就是这些活动，你换了一个词以后，然后这个活动听起来就会更专业、更高级，也更烧钱。还有一个词我觉得也很有意思，就是最近几年流行的一个说法叫消费降级。就是因为最近这些年经济不太景气，经济下行，所以呢，人们的这个日常消费会比以前少很多，有一些不是生活必须的那种消费呢，可能人们就把它去掉了，把它砍掉了。但是呢，有的时候，比如说，如果你说你没钱去旅行，或者说买不起那个比较贵的东西，好像听起来有点尴尬，所以人们就会说，我现在消费降级，所以我现在不去旅行了。我现在消费降级，所以我就不买那样的东西了。其实是一样的意思，就是买不起，花不起，
但是听起来好像就不那么尴尬。我今天买的这瓶水也很有意思哎，我刚刚买到手的时候是透明的，我以为它是比较普通的矿泉水，结果一拧开瓶盖，然后它就变成这样的红色的，是洛神花水。洛神花是一种有一点儿酸酸的味道的一种花茶，味道还可以。挺有意思的，我不能继续坐在这里了，蚊子一直咬我，我得动起来，可以继续去骑车了。绿色真的让人心情很好，哎，绿色让人很放松。我感觉现在比刚才骑得好多了，有可能看起来还是不好，但是我心里感觉好多了。你看刚才那些骑车的人，他们就是骑行爱好者，因为他们的装备、他们的车，一看就是更专业的。这里就是苏州河，在上海我最喜欢的一条河。好，今天我觉得骑到这里我可以往回骑了。你们猜我今天能骑多少公里呢？朋友们，我回来的这段路我骑得可快了啊，然后手也不抖了，看到对面有人有车来也不紧张了。我觉得从今天以后，我就不会再说我不太会骑自行车了，只是骑得还不太好。但是，我觉得我可以很自信地说我会骑自行车了。啊，我现在在这里休息一下，然后把自行车，然后去那个还车点还这个自行车。我今天骑了大概有7公里。虽然不太长，但是对我来说已经是完成了一个很大的挑战了，所以我还挺为我感到自豪的。但是我去的时候骑了1个半小时，回来20分钟，所以我觉得已经很大的进步了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住在上海有一个很大的好处，就是上海有很多免费的特别好的公共资源，比如说上海有很多非常漂亮的公园，还有这种就是很新的骑行路线，还有很多特别好的公共图书馆，这样的公共资源挺丰富的。既然住在上海，那还是应该多利用一下这样的公共资源。好了，那这就是今天的视频的全部内容。我现在说实话很饿，我打算还了车，然后就找个地方吃饭，然后回家。好，那我们就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